今天我们要谈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逼近台湾，令人不安的那一天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短短2周内接连发生的2件大事，让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2025年底，美国宣布通过对台湾破纪录的一笔军售，价值高达110亿美元，包含尖端的火箭系统、无人机和主战坦克。消息一出，北京方面怒火中烧，扬言要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没想到仅仅过了2周，中国真的有所行动，而且这次的行动规模之大，态势之逼真，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就在黑夜掩护下，中共调动了数以百计的军舰、战机、坦克和士兵，完成了对台湾的全面包围。天亮之后，中国政府随即通过央视和网络高调宣布，解放军已启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台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被命名为正义使命。北京声称要展示解放军包围台湾的能力，包括实弹射击、对海陆目标的模拟打击，以及封锁台湾主要港口的实力。对照2周前的军售事件，北京摆明了是在对美国发出直接的警告，别再干涉，否则后果自负。演习发布的方式更是精心策划，制作了充满战争色彩的宣传海报和口号，提前录制了解放军将领的讲话。影片中，解放军士兵整装待发，在军舰上齐射飞弹，一切都带着浓厚的实战氛围。中共这一系列举动向世界传达出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能够对台湾动手的状态。台湾当局和国际观察家们无不感到震惊与不安。毕竟过去虽然也有过解放军环台军演，但这一次规模和态势都属于前所未见。北京公然划定台湾周边广大海空域作为演习区域，仿佛在进行一场实战预演。不仅有上百架战机日夜不停地在台湾周边穿梭，多支航母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甚至还出动了过去甚少在第一岛链露面的核潜艇。一时间，台湾四面八方皆是中共军队的身影，犹如铁桶一般将岛屿团团包围。台湾民众打开新闻，看见的画面竟是解放军导弹呼啸升空，东风飞弹精准命中假想目标，登陆舰队列阵于海峡中线附近蓄势待发。这些骇人的场景让许多人冒出一身冷汗。难道两岸战争就在眼前了吗？不少人在心中暗自盘算，如果这不只是演习，而是真枪实弹来袭，台湾能撑得住吗？美国和日本援军赶得及来吗？一连串的疑问扑面而来，大家都意识到这次北京是玩真的，最担心的那一天或许真的快到了。中国为何选择此时做出如此大动作的军事施压？除了回应美国军售之外，也有专家指出，这显示中共的对台策略正从耐心等待转向迫不及待。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容世世代代拖下去，并在近年释放出统一台湾时间表正在加速的讯号。许多原本预测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后才具备犯台能力的分析人士，如今不得不重新评估，或许武力犯台的时间点将比预期更早。解放军在短短2周内快节奏地完成战备动员和大规模演习，体现了一种紧迫感。北京方面可能认为，眼下国际局势和自身实力已渐趋于对己方有利的窗口期，不想再等待，因为再拖下去，台湾的防卫实力在美日协助下只会越来越强，而中共自己内部则面临经济下行、人口老化等挑战。与其做事统一，希望渐行渐远，习近平宁愿铤而走险，在条件尚可时搏一把，这或许正是他内心盘算的战略提前。那么前所未有的一幕到底指的是什么？除了规模空前的军演本身，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军事与民间资源来准备攻台。军事专家惊讶地发现，在这次大动作背后，有一支隐藏在解放军阴影下的影子海军正在浮出水面，也就是中共调动大批民用船只投入演习和潜在作战。这绝非危言耸听。去年夏天就有卫星照片显示，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一次登陆演习中，解放军征用了数十艘民用货船和渡轮参与，其中包括6艘大型滚装渡轮、可载运车辆和乘客的客滚船、
以及6艘平甲板的货船。这些船只原本在中国沿海执行民生运输任务，但在演习期间却突然接到指令，驶往广东揭阳附近的一处海滩，与解放军一道进行登陆演练。卫星影像显示，在夜幕掩护下，这些民船纷纷靠近海岸。天亮之后，画面中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几艘货船直接冲上沙滩，用自身携带的跳板将甲板上的军用车辆开下船，开上了海滩。船上满载的20多辆各式军车鱼贯而出，有的已经驶上沙岸。一旁可以看到解放军2栖装甲车正在海上编队，沿着海岸线朝登陆点行驶。过去我们从未见过中国民用货轮参与这种登陆载具直接登陆的演习场景，这是解放军第一次让普通货船扮演起了二战登陆艇的角色，让所有观察人士为之瞠目。为什么中共要动用民船来模拟2栖登陆？原来长期以来，解放军在跨海登陆能力上存在一个短板，专用登陆舰艇数量不足，要载运数十万大军及沉重的坦克装备横渡台湾海峡，单靠解放军现有的登陆舰队远远不够。在二战诺曼底登陆时，盟军动用了几千艘登陆艇与船只，才成功运载部队登岸。而中共虽然这些年下水了不少新型登陆舰和气垫艇，但规模上仍不足以实施对台的大规模登陆战，因此北京将目光投向了平时看似和平用途的庞大民用船队。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商船和船运公司，许多大型滚装船、货柜轮，平日载客运货，一旦需要却可以迅速转为军事用途。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中国就通过法律要求大型民用船只按照军标建造，确保必要时能改装供军事征用。例如，新的滚装渡轮在设计时就预留了加固甲板，以承载重型坦克和装甲车。这意味着平日载运汽车的民间渡轮暂时可以一夜之间变身坦克登陆舰。习近平强调，所谓全民皆兵、军民融合，这正是体现在这里。如今我们亲眼看到，解放军正在验证大规模改装民船遂行登陆作战的可行性。那次广东演习的一些细节让军事专家们既震惊又忧心。例如，他们注意到演习中出现了一种细长的矩形自航平台，类似临时浮桥，几艘这样的平台并排驶向岸边。原来这是中共研制的一种临时码头登陆系统，可以充当临时码头，让运输船只快速卸载装备上岸。据说这套系统早在2023年前后曾在演习中露面过，但后来一度销声匿迹，外界以为遇到了技术瓶颈，没想到这次又重新出现，说明中共可能已解决了其中技术问题，重新投入使用。试想，如果台湾本岛的港口在战时被炸毁，解放军还是能靠着这种临时浮动码头，把大批重装备从民船上卸到沙滩上。这种灵活部署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解放军第一波次运载重型装备直接登陆的能力。前美国海军潜艇军官舒加特就评估说，这种战术能显著增强解放军登陆首波把重型载具送上岸的本领。换句话说，中共正试图以量大管饱的方式，用数以百计的民船来弥补正规2栖登陆舰的不足。军舰不够，那就民船来凑。一旦开战，平日跑运输的货轮、渡轮可以源源不绝将解放军的人员和坦克送上台湾的滩头。这样的大场面将远远超过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有人甚至形容，解放军若攻台，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作战所需。登陆船只和后勤规模之大，将创造新的纪录。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共对民用船只的军事化不仅仅停留在运兵运坦克，最近还爆出一项惊人的消息，解放军正在测试将商用货船直接改装为导弹发射平台。有照片显示，一艘普普通通的商船甲板上出现了几个伪装成货柜的垂直发射装置，以及相控阵雷达、近防炮等武器系统。乍看像是装了几个货柜，其实里头暗藏杀机，极可能是各型反舰或防空飞弹。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把一艘民用货柜轮瞬间变成一艘带有导弹火力的伪装战舰。这种做法前所未闻，一旦投入实战，国际海域上遇到的每一艘中国商船都可能藏着武器，让对手防不胜防。试想，
在封锁台湾的行动中，中共完全可能让大批表面是民船的载具参与围堵，甚至发射飞弹攻击台湾或介入的美日舰艇，而外界在他们开火之前，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是普通货船，哪些是改装过的军事杀器。这就好比战场上出现大批披着平民外衣的武装人员，让传统交战规则陷入混乱。如果台湾或美军在战时对这些民船开火，势必会被北京指责为滥杀平民，以图舆论压制。但若不及时制止，他们又可能对己方构成巨大威胁。军民不分的混合战术，正是中共刻意为之的一种超限战手段，将大大增加危机时局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对此也看在眼里，不少网友和评论员担心，中共这种武装商船的做法将带来巨大风险。有人讥讽地指出，那些装了导弹的伪装货柜上还喷着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标语，简直是黑色幽默。也有人严肃地预言，若北京真让商船带枪上阵，战后势必招致全球制裁，中国商船可能再也无法在国际海域航行，各国会全面禁止中国船舶通行，直接摧毁中国赖以为生的对外贸易。但北京显然已顾不得那么远了。从他们种种部署来看，中共领导层似乎相信，只要能在台海战争中取胜，国际制裁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心态，更加深了外界对北京可能铤而走险的疑虑。说到民间力量，不得不提另一支隐形舰队——中国的海上民兵和海警力量。在南海，我们早已见识过数百上千艘中国渔船组成海上编队，长期盘踞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不走的戏码。近年来，中国利用渔船和海上民兵对付周边国家的灰色战术可谓屡试不爽。如今同样的手法也可能运用在台海。据报道，就在最近几周内，中国曾2次悄然动员上千艘渔船，组成长达数百公里的巨型海上屏障，展现出高度的协调能力。这种大规模渔船集结很可能就是为未来封锁台湾进行预演。因为从地理上看，要瘫痪台湾的海上交通，并不需要每一艘都是军舰，大量渔船和商船如果故意堵塞航道港口，效果同样惊人。可以想见，在某个时刻，解放军的军舰会在外围设立警戒线，而内层有数不清的渔船、商船穿梭阻截台湾的商船补给线。这种大船围城的场景，恐怕将是史无前例的海上对峙。同时，中共的海警力量也不容小觑。中国海警局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执法队伍，配备着上百艘大型巡逻舰艇，其中不乏排水量上万吨、媲美军舰的大型船只。自从2018年起，中国海警已经整并入武警序列，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实质上成为解放军的第2海军。2021年，中国甚至通过了海警法，授权海警在所谓中国管辖海域对外国目标动用武力。换句话说，一旦北京认定台湾海峡或外岛附近是其管辖海域，中国海警船是可以开火的。过去1-2年，我们已多次看到中国海警船在东海、南海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强硬举动，而现在台湾周边也开始出现他们挑衅的身影。就在今天，台湾海巡署通报说，有4艘中国海警船同时出现在金门附近海域，分2组侵入金门的限制水域。要知道，过去中国海警虽偶尔出没金门马祖海域，但一次来4艘，编队行动还是头一遭。台湾海巡人员冒着6、7级强风和3米高的巨浪紧急出动，1对1贴身监控，用广播驱离对方。双方就在金门海面上短兵相接，对峙了将近3个小时，最终中国海警船编队才掉头驶离。这起惊险事件充分说明，北京已经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是开始实地演练封锁台湾外岛的情景。不论天候多恶劣，他们都敢出动，显示出刺探和挑衅的强烈意图。如果有一天中国对台动武，海警势必会配合解放军行动，负责近岸封锁和拦截。届时，台湾海巡与中国海警将首当其冲的在沿岸和港口一带上演紧张对决，这很可能就是战争开端的一幕。总体来看，北京正同时调动3股海上力量来备战，外层是正规海军，包括航空母舰、
驱逐舰、潜艇等杀伤力最强的部队，控制远方并威慑美日介入。中层是半军事化的海警和海上民兵，负责执行灰色地带任务，骚扰封锁台湾以及干扰对方的军事行动。内层则是大量民船，包括渔船和商船，用来实施实质封锁和登陆运输。一旦战事爆发，这三层力量将像套叠的网一样把台湾团团围住。这种全方位的立体封锁战术在人类战争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过去的海上封锁多由正规军舰执行，很少动用民船来混杂其中，而现在中共却把这招运用到极致，可谓匪夷所思，又令人胆寒。想象一下，到那个最坏的时刻，台湾四周可能布满了形形色色的船舶，有渔民、商船、海警、军舰，全都听命于北京。台湾要分辨谁是平民谁是敌军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逐一击退。中共正是靠着数量和混杂来瘫痪对手的意志，如此不择手段，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为夺取台湾已经铤而走险到何种程度。面对这样严峻的态势，台湾以及国际盟友当然没有坐以待毙。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在2周前才批准巨额军售，就是为了迅速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其中包括最新型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和攻击无人机等，都是针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而准备的不对称战力。传闻台湾方面也在加紧量产攻击型无人艇，借鉴乌克兰海王星无人艇的经验，准备在2026年起投入批量生产，用以袭击解放军的登陆船团。毕竟敌人船再多也是肉身凡胎，并非无敌。如果能以小巧灵活的无人载具各个击破，或许能有效削减对方数量优势。在空中，台湾也投入资源发展本土的无人机蜂群，企图用以寡击众的新科技应对可能的蜂拥来袭。此外，台湾正在加速部件岸置飞弹和高速机动火箭炮，沿着海岸部署铺路爪，让即便靠拢上岸的民船船团也面临火力覆盖。可以说，台海双方都在为那可能到来的一天做背水一战的准备，而美日等盟国也频频释放强硬信号。美军舰艇近来多次高调穿越台湾海峡，表明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立场，以此驳斥中共对台海的内水宣称。日本则在西南诸岛增设导弹部队，强化离岛防御。整个亚太地区因台湾问题而风声鹤唳，各方你来我往，局势充满了火药味。然而，即便台湾和盟友积极备战，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中共军力这几十年的发展确实让两岸实力对比产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军如今拥有亚洲最大的海空军，导弹库存更是世界数一数二。如果习近平下定决心动武，他将赌上中国崛起以来积累的全部家底孤注一掷。对此，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为何在现在显得格外急躁，除了统一台湾是他政治遗产的终极目标外，也和内外环境变化有关。一方面，他看到美国组建的围堵中国联盟日趋紧密，印太战略使得时间可能对中共不利；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社会积累不满，这些都让他感到时间不多。历史上不少领导人在内忧外患时选择对外动武来转移矛盾，习近平会不会步其后尘？如果对台开战，他或许希望在民族主义热潮中稳固政权，并以胜利者姿态青史留名。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台海之战对习近平而言不只是统一之战，更是生死存亡之战。败了，中共政权可能垮台；赢了，他将成为再造中华的千古一帝。正因为赌注如此之高，反而增加了他的动武意愿，因为他输不起，也等不起。随着前述一桩桩迹象浮现，人们不禁要问，最担心的那一天究竟有多近？或许就在未来的某一个黎明，惊涛骇浪中，台湾人醒来时发现，周遭已是战火纷飞，那就是最不愿见到却又日渐逼近的一天。让我们大胆描绘一下那可能的场景。深夜时分，台湾上空仍是一片宁静，而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内却紧张异常。习近平一声令下，正义使命摇身一变成了真刀真枪的统一行动。早已待命多时的解放军导弹部队接到密令，几百枚东风导弹、巡弋飞弹呼啸着撕裂夜空，
直奔台湾的防空雷达、机场跑道和指挥中枢而去。巨大的爆炸在凌晨时分照亮台北附近的山头，空军基地燃起大火，雷达站联络中断。与此同时，解放军网络部队和太空部队也出手了，电网瘫痪，通讯中断，卫星讯号受干扰，整个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和混乱。天尚未亮，解放军的第一波空袭又接踵而至，上百架歼击机和轰炸机从四面八方扑向台湾，以摧枯拉朽之势清理残存的台湾空军战机和防空火力。尽管台湾飞行员奋起抵抗，在雷达不利的情况下仍尽力咬住敌机，但寡不敌众，终究无法完全阻挡对方穿透防线。战机在台北上空缠斗，防空飞弹拖着火舌升空，又被诱饵干扰偏离，城市上空不时传来巨响，令人心惊胆颤。此时的台湾老百姓仓皇跑进防空洞，收音机里传来急促的警报声和政府的避难指示。大家心中虽早有战争的阴影，但真到这一刻，恐惧和震惊仍难以言喻。空袭过后，解放军可能紧接着祭出他们的封锁王牌。只见央视新闻中断原有节目，播报一则严厉公告：自即刻起，对台湾实施海空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进出岛屿的船只、飞机通行，如有违抗者，后果自负。这几乎就是宣布封锁。紧接着，台湾四周海空域出现了一道道无形的屏障，那正是解放军的封锁圈开始收紧，所有航班被迫改道或返航，所有港口的船只被迫停靠，不敢出海。极端的情形下，中共甚至可能直接击沉或拦截试图进出台湾的商船。短短数小时内，台湾仿佛从世界上被隔离开来。而更令人恐怖的一幕正在海上展开，在距离台湾本岛不远的海平面上，浩浩荡荡出现了一支前所未有的船队。那些正是早已集结待命的解放军海军舰队，以及数不清的各型民船。在海军驱护舰的掩护下，大批民用滚装船、货柜轮满载着解放军的部队和装备，朝着台湾的登陆海滩驶来。一眼望去，海面上白色的船身和灰色军舰混杂在一起，如同铺满大海的蚂蚁群。台湾岸防部队立刻对准这片庞大的船团开火，一时间沿岸炮声不绝。然而，由于敌我混杂，台军也不敢肆意发射反舰飞弹，唯恐误击平民船只，引发舆论灾难。就在这迟疑间，几艘改装货轮已经顶着炮火高速冲滩，一气呵成地把甲板上的坦克倾泻到岸上。后头紧跟而来的是一排排两栖登陆载具，直接从运输船上下海，在浪涛中向沙滩逼近。尽管台湾军队英勇抵抗，用上了所有岸置火箭和无人机攻击编队，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军，防线仍出现了缺口。终于，在某个台湾南部或北部的海岸，解放军突破登陆成功，竖起了第一面红旗。这一刻，许多人最深的恐惧成真了。当然，这只是最悲观的剧本，我们还要考虑外部力量的介入。最担心的一天，不光是台湾自己的劫难，也可能是整个世界局势的转折点。如果中共真的对台动武，美国和日本等盟国会袖手旁观吗？事实上，早在战事前夕，美日就可能已收到情报迹象，开始调动军力接近台海。当台湾遭受第一波攻击后，随着封锁宣布，美军第7舰队和航母打击群或许已紧急赶赴菲律宾海域待命。日本自卫队则在琉球群岛上空加紧巡逻，严防战火蔓延到自家领土。最终，一场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似乎难以避免，台海战争将很可能迅速演变成中美之间的正面对决。核大国之间的博弈让情势更加扑朔迷离。如果美日出兵相助，战端一开，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升级成世界级的灾难。人们害怕的第3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以这种方式展开序幕，由台湾海峡的一次冲突点燃，引爆整个印太地区乃至牵连全球。这无疑是所有理性人都不愿看到的未来，但却真真切切地在逼近。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台海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前所未有的险峻。仅仅2周的时间，环环相扣的事件正将各方推向危险的边缘。一边是北京摒弃过去的模糊战略，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态势
和非常规手段来准备武力统一，另一边是台湾和国际盟友加紧备战，决心抗击侵略，捍卫民主。双方都在剑拔弩张，整个亚太仿佛悬在半空的一枚火药桶，只需一点火星就可能轰然爆炸。我们当然希望在各方的慎重和克制下，最担心的一天永远不要到来。然而俗话说得好，希望和平，但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毕竟从现在各种迹象看来，任何轻忽懈怠都可能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只能祈求理性最终能战胜疯狂，让台湾海峡继续维持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毕竟一旦战争爆发，不仅是两岸人民，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动。我们在此呼吁世人关注台海局势，以免历史悲剧重演。在暴风雨真正来临之前，或许还有一线避免灾难的转机，但时间不等人，警钟已经敲响，现在的每一天都可能是在最担心的那一天来临前的倒数计时。让我们睁大双眼，紧握双拳，共同度过这段历史的关键时刻。不要忘记，黑暗中坚守希望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希望未来回首今日，可以庆幸地说，还好那最可怕的一天终究没有降临。但若它不幸来临，我们也将无悔地说，我们曾经尽全力争取和平。让我们为和平祈祷，同时也为保卫和平做好准备。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也许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愿两岸永远不需迎来那最黑暗的一日。